嗨，大家好，歡迎回到初木手工皂，我是依君。下個月就是聖誕節了，今天我們來製作一款具有聖誕風格的衣架渲染皂，當做禮物來送給你的好朋友吧。首先呢，我們來介紹一下工具的部分哦。那我用的呢模具是我經常使用的這種500克的帶木盒的這個吐司模。好，那衣架渲染皂呢，就是會需要衣架。那麼有關於怎麼用衣架來做這個渲染的工具哦，可以看我之前有一部影片，在手工皂的小工具那邊，就是如何製作衣架渲染皂的工具。那這個呢是我自己用鋁線來製作的。如果你們想知道我怎麼製作的呢，我會放在我的頻道會員的會員影片當中，那大家也可以加入會員來收看。另外呢，我們還需要一條抹布，那還有呢，就是我們要一支湯匙，然後還有一支竹籤。好，這就是我們所有需要的工具嘍。那這個呢是我的油的配方哦。我的油的配方，我用了椰子油、棕櫚油、乳油、木果脂和橄欖油。那這個配方呢是一個比較單純的配方，沒有很複雜，所以呢它其實可以適合於一般大眾，然後偏秋冬的季節來使用。好，那另外呢，你們呢也可以準備你喜歡的精油或者香精，但是精油和香精要準備什麼樣的呢？就是不要有太深的顏色哦，它會影響到我們的基礎皂液的顏色。然後還有呢，就是不要會速梯的精油哦，自己一定要先對這個精油或是香精哦先有所了解，然後再放進去，不然如果一旦速梯的話呢，你整個渲染呢就會做不起來了。再來呢，我們就要講一下我們這次使用渲染的顏色啊。那因為呢是聖誕節的這個氣氛呢，所以呢我一樣是調了大紅色，還有這個綠色，然後呢再搭配金棕色以及深棕色。好，那我先來分別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我用的色粉呢，都是來自於這個南和月老師。如果在台灣這邊，你們可以買得到，它有很多種的不同的色粉。那紅色的色粉呢，就是這種大紅色的耐鹼色粉哦。那我大概是用小湯匙的這個1湯匙左右，然後呢，我再用一點我配方裡面的油哦。這個油都是已經軟液油混合在一起，就是徹底融化之後呢，我加一點油，然後我們事先先把它色粉呢先調開調勻。綠色的部分呢，好，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顏色。那我用的是這個一樣是南和月老師的，一個是他們的耐鹼色粉的墨綠色，我用了大概半個小湯匙。那麼另外呢是這個晶亮色粉的綠色，我用了大概是1湯匙左右。金棕色的部分呢，它雖然看起來是金色，但是我們做成肥皂之後，可能是強鹼的作用哦，它會偏向於褐色哦。那我用的是它的珠光系列的色粉的金色。那這個深棕色呢，我用的是他們的珠光色粉系列的咖啡色。好，那其實呢，你不一定要買他們家的色粉，那你自己就是根據你的喜好，然後去做調色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哦，除了渲染4個顏色之外呢，我們還會有一個白色的底色。那白色的底色就是用2氧化鈦哦，因為它會放到我的主要的大的杯子裡面，所以我先用一個小盤子，一樣用一點油哦，把它先調開。大概是我的小湯匙的1湯匙半左右。你的電子秤哦，可以先準備好，因為我們等一下用稱重量的方式來分杯。現在呢，我們就可以來製作基礎皂液。好，我們看一下這個鹼水的溫度大概34度。那油溫呢，大概36度，還算 OK。你可以再稍微低一點哦，但是記得就是我們有乳油木果脂在裡面哦。那油鹼的溫度呢，就不要過低哦。好，那在制作之前呢，我們一樣是先把我們的攪拌棒放進去，然後排氣泡。如果呢你有這種不速梯的精油或是香精的話，也可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先倒進去。那麼排氣泡的方法有關這支攪拌棒哦，可以大家去看我之前在做團購這支攪拌棒的影片裡面呢，我有做一些教學。那麼這支攪拌棒現在也在我的7-Eleven賣場有上架哦。那搭配課程的話呢，會是比較優惠的價格。好，那我們就先來把攪拌棒放進去排氣泡。我剛才發現一件非常誇張的事情，我想說油怎麼這麼少，然後呢才注意到原來我的
軟油、橄欖油還沒有放進去哦，所以你們呢有上我的課程就知道哦，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回稱的動作哦，這樣子呢才能夠確保你們添加的油哦是全部都有加進去的，沒有說哪一樣沒有加，或者是說哪一樣加太多哦。當你沒有加某一樣油的時候，你這個肥皂就徹底失敗，一定會過鹼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我們現在就排氣泡完成了，可以稍微檢查一下，就是低沉的聲音就可以了。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油鹼混合，我們來製作渲染要用的這個基礎的皂液哦。那前面呢，當然就是要先手動的攪拌哦。我们初步沒有分层，然後有簡單的一點點乳化的時候，我們先來量一下溫度，好，大概是31度。那之後我們就會看一下我們皂液的溫度有沒有增加。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把我們的皂液哦攪拌到我們想要的這個乳化的狀態。現在這個狀態呢，就是我們想要的狀態啊。你可以把攪拌頭再稍微提起來看一下，它有一層厚厚的膜。打造的杯子的邊緣有一層厚厚的膜啊。然後呢，你的皂液的顏色是已經有轉白了，沒有油水分層。好，這個階段呢，我們就可以來做分杯調色了。好，那我們稱這個狀態為乳化的狀態。想要了解皂液的不同狀態各個階段，如果呢你是肥皂的初學者，從來沒有做過手工皂，但很向往可以自己在家裡做一條手工皂，歡迎來上我的基礎課程，零基礎你的手工皂的第一堂課，冷製皂基礎教程。好，現在呢，我們就來做分杯調色哦。那我這個配方的比例呢，我就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那給大家做個參考，再根據你們製作量去做一些增減。杯呢都已經完成了。那剛才這個事先調好這個白色的部分哦，我們就是倒到我們這個大杯的這個底色當中。那接下來的工作呢，我們就是把顏色全部調開。好，我們顏色都調好了。那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入模呢？就是你感覺說它有一點點輕微的這個trace 的感覺，就是 thin trace 的感覺，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皂液的狀態哦，就是它不會一直它大概像是這樣子這樣子的稀度但是呢，它不會變成像水滴一樣的這樣子一滴一滴，那就是不太對了。好，那你可以從這兩個角度去判斷，就是有一點點 thin trace。然後呢，皂液呢不會太稀，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入模嘍。好，那我們的這次呢，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我們要把我們的模具做一個傾斜大概像是這樣，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們在下方墊一個像我就木盒的蓋子。如果呢你不是有蓋子的話呢，你就是墊一條毛巾那這個高度你可以自己去決定稍微高一點的話，它的這個斜線的角度可能就會比較漂亮。這樣子的一個角度，然後如果你怕模子會跑的話，你前面還可以再墊一個抹布。好，那我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入模，是把我們的基礎皂液先倒大約1/3就是你目測1/3就可以了。好，那再來呢，我們就是依序要做这個渲染的分杯。那第一個你要先決定就是你的分杯的順序。好，那我決定我是用紅色，然後綠色，再接下來呢，我會用淺棕色、金棕色，再用深棕色。好，你就是依照這樣子的順序來去倒你的渲染的顏色。一個畫面當中我們要在畫面的這個縱向的地方呢走 S 型。好，那因為呢我們今天是做模具的傾斜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在倒的時候比較會不好倒，所以呢在內側的部分就是你傾斜的高的地方，它比較內側的部分，我們是先用這個小湯匙畫出這個一條直線。好，如果你覺得說你會有點滴到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還有就是你的皂液的濃稠度如果是稍微濃一點，可能就比較不會這麼會滴
好，那再來呢，我們就可以去畫出這個 S 型了。好，這樣子呢就是一個顏色。那再來，我們就是把下一個顏色呢鋪在它的上方哦。你可以重疊上去，好，也可以呢稍微錯開。那其實你可以盡量的把手放低哦，因為我是要跟大家示範哦，所以我現在這個右手啊，可能不太適合做，好，不然的話我就必須要用左手。好，再來呢就是鋪上另一層，好，另一個顏色。最後一個顏色深棕色，也在你的模具當中啊疊出這個縱向的 S 型，倒的話速度就會比較快一點。好，那這樣子呢，我們一次呢就完成了。那總共呢，我們要做2次啊，就是剛才同樣的顏色的順序呢，我們再做一次。那倒的位置呢，也跟剛才一樣。好，那我們就繼續把它倒完哦。我們在倒的時候，怎樣才會比較穩呢？就是你可以用2隻手哦，或者像這是湯匙，當你在倒的時候，你稍微去就是壓住一下這個杯子，讓它不會就是因為你一隻手比較不穩就晃動哦。像我這樣子靠着，那我在倒的時候呢，我就比較能夠倒出一個我想要的這個量哦，就不會一下倒得太多哦。那現在呢，就是我們這個第2輪的結束了。好，那第2輪結束之後，我們要鋪上一些我們底色的造詣。好，你可以用這個我們的刮刀哦，或者是用湯匙啊。像我剛才有教大家準備一隻湯匙哦，就是可以方便讓你鋪上這一層底色的造詣。那在鋪的時候，我們就盡量不要去破壞下面這一層哦。底色都鋪好了呢，再來我們就是重複一次剛才的動作哦，就是我們從紅色開始，一樣做這個 S 型哦。然後呢，一樣也是重複2輪。如果呢，你的造詣變得比較濃稠哦，你覺得可能有點倒不太出來的時候哦，你可以就是減少，你就是弄1輪就可以了。2輪做完之後呢，把底色哦，剩餘的底色我们全部的把它鋪上。那在做這個渲染的時候哦，為什麼我們要把造詣打得比較稀一點呢？一則是說這一款渲染皂它需要稍微稀一點的造詣哦，它做出來的紋路會比較好看。另外一則是呢，我們花的時間會比較長。如果你的造詣一開始就很濃稠的話，那後面呢，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把這些造詣都很順利的把它倒完了。我就來用湯匙呢鋪給大家看，其實是也很方便哦。湯匙的話也很方便，只是我本來想說有點不太想再多洗一支工具，所以就用刮刀。那既然有教大家準備呢，就示範給大家看。做渲染皂就比較可能會有點到處會滴哦。那像我這樣桌子是比較不怕強鹼的，但是如果你們的桌子可能你用木頭桌子啊，它不耐鹼的話，那你記得這個下方啊，我們就鋪一層報紙，保護我們的桌面哦，因為我們上面已經鋪了一層，我們就不用擔心說，它會衝破我們的渲染的彩色的那一層了。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比較簡單的，我們就是用倒的方式哦，但是還是注意不要手拿得太高哦。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模具哦，先回到水平的地方哦，那你可以稍微擦一下，因為有的時候不擦的話，你的手呢可能會不小心去沾到，然後到時候又不小心去摸你的臉啊或者什麼的，就會被強鹼灼傷。好，放下來的時候動作要輕，好，輕輕的。
好，稍微讓它回到水平。那我們再把剩餘的呢，把它鋪在上面。鋪好之後，稍微輕輕的動一下，不要太大力哦，輕輕的就好。再來呢，就是我們的重頭戲了，我們要來做渲染的部分咯。這次的渲染呢，要分2次來做這個衣架渲染。剛才傾斜的是這一邊，對不對？就從傾斜的這個地方呢，開始去做這個渲染的紋路。大家先看哦，我們把這個工具呢，從剛才我說的我們傾斜的高的這一邊，對不對？好，我們先直直的放下去，放到底。好，然後呢，我們來回做像這樣子的回圈。好，那我們是怎麼做回圈呢？從這邊這個方向一直做到這裡，我們要做3到4次。像我這個模具它是屬於偏寬的，其實我可以做到4次。然後呢，我們回圈的這個高度要拉到多高呢？好，從低的一點，然後再慢慢到高的。好，最後一次，我們就從邊緣拉起來。好，這是我們第一個渲染。那上面的這個造詣哦，是建議你可以拿一張紙哦，或是抹布呢，我們先把它擦掉。再接下來我們就做第2個圖案了。好，這次呢要從中間的地方下去，我轉一個方向給你們看。好，大家這樣看可能會比較清楚啊。這根衣架渲染的衣架，我們把它從正中央放下去，好，大概放到你模具的中間一半的地方。好，開始我們像我剛才說的螺旋形，畫1圈，然後往下畫。好，第2圈，然後再往下畫，第3圈。好，慢慢要抬到比較高的地方來咯。好，接下來呢，我們從它中央口一半的地方，我們直接切過去。好，再從這個地方沿着邊緣拉上來。好，這樣子就完成嘍。如果你們想要知道呢，剛才我做的渲染的這個花紋的花樣呢，好，歡迎訂閱我的會員頻道，我會把這個花樣的圖卡呢，好，放在我的會員影片當中，給大家做個參考哦。那現在就是最後啦，就用這個剩下的造詣呢，來最後做一些頂部的裝飾。好，那方式也很簡單，就是跟剛才一樣，我們是畫 S 型哦。造詣如果有剩下比較多的話，其實你可以把它全部倒完。那倒完呢，就是它上面呢就会還會有一層有顏色的部分哦，也算是另一種分層，也還蠻漂亮的哦。所以呢，我會盡量的把它倒完哦。再來呢，我們就是要做台灣渲染，然後我們就拿出我們的竹籤。那等一下我們在上面畫的時候呢，記得你的竹籤只要插進去一點點哦，大概就是差不多1.5公分，2公分的位置哦，不要插到底哦，插到越下面的話就會破壞下面的圖案了。好，那呢這個呢一樣就是畫一個 S 哦。好，那像我是從左到右的畫。好，那你要畫的粗細都是寬度，完全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好，你要做的比較直線感哦，或者是曲線的流動感呢，都是可以的哦。好。再從上方拉上來，那我們這樣子就完成啦。這樣看得到上面的紋路嗎？好，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這個肥皂就拿去做保溫嘍。那我們過3天之後再來脫模切皂。
我們已經經過3天，那我們是現在來脫模看看肥皂它的花紋怎麼樣吧。哦，好，大家看一下這個顏色。好，不知道你們從畫面上看不看得出來哦？這個紅色、綠色算是表現的還算 OK。然後深棕色跟淺棕色都有點偏淡一點哦，這都是這個 mica 或礦物珠光色粉它會有的一個現象，就是它的顏色會偏的比較淡一些些，所以你在用耐鹼色粉的時候呢，可以加少一點；那用珠光色粉的時候呢，可能就要加的多一些。那有時候它的成色就會比較偏柔和。好，那我們就把肥皂脫模。好，這樣子呢，可以輕輕的撥開，然後呢，輕輕的一壓哦，肥皂就會掉下來，代表它的皂化就是很 OK 的了。邊緣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稍微呢用刀子來把它先做一個整理哦，先把它修掉。這樣子你在切皂之後就不用就是一個一個再個別的去修它哦，會幫你節省掉一點時間。我們就來切皂看看吧，希望我們這次做的會成功，因為每一次渲染的效果不是一定每一次做出來都會非常的照你所希望的那樣。不過呢，這也是渲染好玩的地方嘍。哇，還不錯，其實我喜歡。然後因為我們有雙層嘛，然後有看到這個非常細緻的產生了這樣子的花的紋路哦。那因為這次主題就是屬於比較聖誕節的配色，那呢，你們在不同的配色呢，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花紋。然後它有的時候呢，就會很像就是很像花園裡的花一樣。然後其實呢，你們看立起來看也是很漂亮的哦。好，那我們再往下切看看哦。那我們就用這樣子的渲染做出來呢，每一塊都會長得不一樣。好，很漂亮哇！你看這一塊就跟剛才的這個圖案呢，就有點不太一樣了。哇哇，好美哦！真的每一塊都不一樣哎。你看這邊的，好，這渲染出來的花就特別的細又繁複哦。好，跟前面的你看，感覺都完全不一樣哦。超美超美的哇！這個你看就不一樣了哦，這邊的感覺好像彩色的部分就變少了哦，可能我們在倒的時候呢，就是有一點這邊剛好就是比較少一點，但是也很好看吶。那這個衣架渲染算是一個比較稍微進階一點哦，就是你操作起來可能動作上要稍微快一點或者是說你在渲染的時候它的就是不期而遇的狀況會比較多一點，就是你沒有辦法完全控制它，但是你可以透過配色去創造你想要的感覺，然後每塊的它的花樣都不一樣，真的好漂亮哦。好，這就是我們最後一塊啦，哇，也很美，真的非常有聖誕節的氛圍。那我們的肥皂呢，一樣就是我們要讓它晾皂嘍。那大概就是你至少要晾4到6個禮拜哦。那以現在這個時間來說，因為聖誕節快到了，所以大家趕快加緊腳步來做哦。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就是按讚，然後呢訂閱還有分享。那如果想要知道呢這塊肥皂呢它的這個圖樣呢的形狀到底是什麼呢？還有就是想要知道這個衣架渲染怎麼用自己來做這個衣架的話，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會員，我會把這2個技巧的部分呢就放在我的會員影片當中給大家做參考。祝大家聖誕快樂嘍，拜拜。